来，让我们掌声请出求职者。赵烨，26岁，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多媒体新闻专业毕业。现场的各位 boss 好，大卫老师好，我是赵烨，今年26岁，毕业于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多媒体新闻专业广播方向，然后也是一个比较地道的东北姑娘。之前呢，在国内外也有一些这个媒体行业相关的经验。今天呢，来这里也是希望找到一份与记者或者是媒体相关的专业。好，欢迎你，赵烨。大卫老师好，来，谢谢。这个威斯敏斯特大学多媒体新闻，它是学什么的？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国内，比如说正常学新闻，一般来说它是可能分新闻学或者是播音主持，广播电视，对，还有广播电视编导，还有广播电视编导。然后在国外的话，它其实一般来说就是统称一个叫 multimedia journalism， 然后后面有2个方向，一个是广播，然后还有一个是印刷，就相当于是一个是以电视广播这个方向为主，然后另外一个是以媒介报纸这个方向为主。你本科在哪里读的？本科在东北财经大学，学的是工商管理。你的简历里没有留你任何社交媒体的信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比方说微博的或者抖音或者其他任何账号的。我其实挺想了解一下更全面的一个你。我之前有，就是去年大概4月份的时候，曾经签约过一家公司，然后也是主要是做短视频博主这方面，然后拍过一系列的短视频，但是那个账号其实没有做得特别成功。其实那个时候我们有一档这个在网络媒体上有这样一档艺人采访节目，然后我在这个节目里也做编导，然后从最开始的比如说这个策划，然后写采访提纲，然后包括到跟这个艺人现场沟通，包括跟整个艺人团队的一个沟通，然后到中间比如说这个采访结束之后，那我们去更好的通过文字或者视频的方式呈现出这个采访，包括最后跟艺人对接，其实整个这样的一个流程自己都是有参与的。今天我还准备了一个那个视频。好，我们一起看看大屏幕。Hello， 各位 boss 好，我是赵烨，毕业于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多媒体新闻专业。我大学期间就因为喜欢传媒这个行业，用了将近1年的时间成立了叶问工作室，录制视频访谈录。在一个财经类院校做节目其实并不容易，但这件事至今为止都让我很骄傲。去年我以艺人约的形式签约了一家公司做短视频博主，这段签约经历虽然时间不长，账号也没有做得很成功，但却让我明白了踏实努力的意义。现在的我希望找一份与记者、主持人或娱乐媒体行业相关的工作。我相信天道酬勤，但更相信只有一步一步的脚踏实地，才能有机会仰望星空。你是对艺人这个行业情有独钟是吗？因为你的背景是财经，然后你又出国学的是海外的这一套相对更古典的一套广播体系嘛，然后你英文也可以。其实在中国这一类的财经类的主持人也好，撰稿人也好，其实很有需求，但是你好像把财经和语言能力都放掉了，因为在艺人这个领域我估计用不上吧。其实艺人这个只是可能说我众多里面其中一部分，然后本职工作就是还是希望做传媒这一块儿。当然可能如果非要说在传媒这一块里面挑出不同的行业不同的这个方向，那可能娱乐这方面是我的一个方向，也是我之前曾经做过比较喜欢的一个方向。当财经的话我也是完全不排斥的，也是很喜欢的。我给大家补充个信息，刚刚查了一下，威斯敏斯特大学的媒体专业是在全英排名前3，在全球排名前10的。对啊，所以我刚才为什么问他那个问题，我就觉得好像略有一点可惜了，做了纯娱乐的那个方向。赵烨，我必须追问一个问题啊，你不是曾经被签约做了博主吗？也没做下去是吧？对，这个跟你自身的原因有多少？肯定是有关系的。我觉得自己当时对于短视频的表演或者是策划这方面不是很懂，因为我最开始没有接触过短视频这个领域，所以我不知道在一个短视频里要怎么样去展现。你现在懂了吗？好问题。我觉得我不能说是完全懂吧，但是我觉得起码比之前要好很多。那你如果现在继续做短视频的话，跟之前你觉得自己会做哪些改变？就来表现你的懂，从不懂到懂。其实现在短视频里非常非常多各种不同类型，目前来说我已经有知道我适合做哪一个方向了。哪个方向？相当于小剧场吧，类似于这样的。对，我还比较适合的这种做的一个方向是很确定的。那然后在这个方向里，现在我大体能够判断出一个脚本，
究竟可不可以？就假如说怎么样就会可以？我觉得一个脚本，首先10秒之内，在抖音或者快手这些短视频平台上，10秒内必须要有梗，这是第一点，就是它一定要出梗。然后第二点是整一个60秒内，其实你要一直重复的可以给大家吸引的一个东西，无论是在你的表演上，还是在你要说的这个台词上面，两者都要至少一个是能够吸引到大家的，这样才能让大家看得下去。这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我真觉得他挺棒的，就是你本科然后是东北财经大学的是吧？对。然后硕士又是排名前3的这样的一个英国的学校，我可能给不了一岗位啊，但是可以给那个建议。然后我觉得中央电视台像农业频道致富经栏目这样的机会可能对比较好一点是的。你可以现在那样的平台，然后因为薪资也是1万嘛，然后基本上也能符合，扎扎实实的做几年，然后再出来可能更好一点。来，各位企业家，根据我们求职者赵烨刚刚的表现，做出你们的选择。谢老师，非常好，还有10盏灯留下。接下来进入到你今天求职的第2环节，天生我有才。天生我有才的环节，你的技能？我的技能是准备了一首歌。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下求职者带来的歌曲演唱。亲爱的，你躲在哪里发呆？有什么心事还无法释怀？我们总把人生想得太坏，像旁人不允许我们的怪。每一片与众不同的云彩，都需要找到天空去存在。我们都习惯了原地徘徊，却无法习惯被依赖。你给我这一辈子都不消失恋的爱，相信爱的征途就是星辰大海，美好剧情不会更改，是命运最好的安排。你给我这一辈子都不消失恋的爱，就算你的呼吸远在千山之外，请你相信我给的爱值得你爱。谢谢。好，唱的还不错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哈，你今天既然来到非你莫属，想找一份传媒类的相关岗位，你有意向企业吗？我有新华网客户端。哦，新华网客户端是你的意向企业。看了好久了。看了好久了。对对对。哎呀，但是那你了解目前国内这一领域的普遍薪酬是多少吗？大概了解。啊，多少啊？8000左右吧。8K 左右。8K。那你的期望薪酬是多少呢？其实我希望8K 到10K 吧。来吧，第2环节，各位留灯的企业家，朝夕。我来问一个问题：假如你是新华网客户端的记者，然后你要采访的明星是大卫老师，做采访提纲的亮点有哪几个？我大概想了一下啊，如果是我的话，可能包括今天也来非你莫属了嘛，可能我会策划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采访节目呢？就是带大家去探秘非你莫属录制棚，包括采访大卫老师。比如说非你莫属之非长篇，或者起一个其他类的名字，然后进到这里面开始采访大卫老师。大卫老师您好，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卫老师一站在这里啊，很多这个熟悉这个节目的朋友都是大卫老师的迷妹，尤其是很多女生都是他的迷妹。那么大卫老师对于自己来说，颜值和身材2方面，10分是满分，给自己会打个多少分？1分和1分。那大卫老师，您看啊，您也就是在这个非你莫属上带着这么多求职者都找到工作了，接触了咱们这么多12位不同的 boss， 那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说这12位 boss 私底下啊，您觉得谁是最不好相处的那个？我觉得最不好相处的是下一位。下一位？对。
哇，这个回答堪称是主持人的典范啊，我觉得。那换一个问您吧，那12位这个 boss， 您觉得谁私下来说，您觉得是最好相处的呢？我觉得是每一位。哇，那其实我们说到这个《非你莫属》这个节目，那不同的求职者，大家都是带来一个找工作的一个心态来的嘛。那您接触过这么多不同类型的求职者，您觉得求职者身上哪一类的一个素质或者点，您觉得是最重要的呢？我觉得是真诚。因为非你莫属有10年的历史，我们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电视界创造10年的这样一个历史，拥有这么好的口碑，靠的就是我们的真诚。我们的真诚就是认真对待每一位来到节目的求职者，认真对待求职者的每一个诉求，也认真对待每一个和我们节目合作过的企业家和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真诚往往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对，所以今天我也是同样带着一颗真诚的心来到这个舞台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青姐对我们的求职者刚才这段即兴采访怎么点评。首先呢，我觉得他挺好的，起码让你还回答问题。其实有一种嘉宾呢，他是很难让就是他不太愿意回答。另外呢，像新华网这样出去采访，他会要做好多天的功课，之后呢还要做好多，而且我们会有一个专业的这个相关的采访的手册和注意事项，之后也会有团队来支持你。从他的即兴表达来说，我觉得可以了。就是首先啊，就是那个活泼的劲儿，我觉得你让这个不冷场。还有一个呢，他也在跟你聊，我也听到了一些，起码是把你对这个平台的价值观我听到了，我听到了我要听到的信息。那我觉得这个记者就是成功的。谢谢老师。他最后一个问题，大家给你的掌声，我也想给你，就是有的时候啊，要借对方的回答，说出这个采访的一个主旨思想，或者是对于被采访对象身上一个显而易见的特质2度进行传播，他其实就是做到了。这方面还是不错的。其实多位刚才的表现我觉得蛮好，为什么？这是即兴的问题，突发的状况所以不用去苛求别人到底表达什么样子，换位思考，换一个人上来，还未必有这样的反应呢。我觉得挺好的，这个我觉得蛮好的。对，我想剖析一下赵烨，你对于职业平台的选择，你的长期职业发展是希望在什么样的这个传媒行业中，什么样的平台去做什么职位？你再明确一下，让做一下排除。我现在其实是希望去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媒体类的平台，可以是官媒，或者是可以是其他的这种媒体类的平台去做，就是两种职位，记者或者是主持人。那现在可能记者这一类的岗位更多，我也都是完全接受。那记者和主持这2个岗位当中，你的专业功底啊，哪一个更优秀，能够去呈现给金总，让他了解到你的素养？我觉得还是对外沟通这方面吧，就是跟采访者沟通，然后包括整个这样前期的一个策划、现场的一个沟通。我觉得做这个行业，我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跟别人交流。我觉得我知道说是怎么样去，比如说打开对方的话口，让他愿意跟您聊。对，好，那做记者一定要先了解对方，对吧？那你有没有了解到我们新华网这边对于你理想的岗位，它的标准要求是什么？你觉得你的画像哪是匹配的？我觉得记者这一方向吧，就是辛总。首先你那个真符合要求。第一个要求学历都是要研究生以上，而且都是要所谓的国内国际名校，这一点呢算是符合要求。第二个是专业对口，就是我现在想问你的是2个。第一个呢就是说你研究生的论文写是什么题目？研究生我们是做一个毕业作品。毕业作品的话，其实我是做了一个人物纪录片，当时采访了在英国伦敦待了大概有5-6年时间的一个华人魔术师，然后我给他做了一个20分钟左右的时长的一个纪录片，这是我的一个毕业作品。当时我们是没有毕业论文，只是一个毕业作品。你这个毕业作品从采访到后期的制作到后期你交完的这个论文都是独立完成的吗？是的，我们要求全部独立完成。行，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来到你的自己的职业规划，来到新华网客户端，准备提升自己哪方面的专业技能？其实因为我没有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媒体或者是官方的一个媒体工作过的经验，正式的工作经验，所以我希望了解更多的是一种工作模式。然后还有一个是从专业上面，我觉得我自己其实还
深挖，其实各方面还都有挺多地方需要提高的。这倒是有团队。另外，你觉得你研究的这个领域是多媒体新闻，从专业的领域来说，你最大的优势是什么？你想好了再说哈。我觉得就是采播，因为采编播嘛，采和播。好，我没问题了。我在最后问一个问题啊。那个现在直播很火，而且直播挣很多钱，台上也有做直播的 boss。然后如果说你想追求钱的话，你会不会选择做直播的主播？我可能个人更偏向于是大的这种媒体平台，但是也不完全排斥。那如果是除了大的媒体平台之外的话，对于品牌方，比如说让你去做短视频的策划、加出镜加运营，你会考虑这样的机会吗？也会考虑。赵烨，你越说我越对你越不喜欢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最开始我觉得你特别优秀，学历优秀，然后临场反应也优秀，但是到最后的时候，他说直播你说也可以，他说短视频你说也可以，然后最开始你选的就是新华网，你也一直在强调自己要选一个大的平台，你自己要坚定，因为你现在已经26周岁了。你知道他为什么吗？你乱了。对，其实在潮汐问你赚钱的时候，你就应该告诉他，我的价值取向现在是哪里？我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我不是为了赚钱，或者我想赚钱，我不是为了实现自我价值。你选了新华网，我觉得你个人自我价值实现这一项，你要求的会多一些。看起来你哪个都选，但有可能你哪个都没有被选到，因为你让每个人觉得我都是12份可能性之一。那个赵烨，其实我跟你说，这个主持人真的帮了你很大的忙。你呢摇摆，就是你前面虽然有很多瑕疵，就是或者是有一些不专业都可以，但是呢你自己没有定向。我刚才跟他讲，我说如果你就是谋定新华网，就我今天晚上就是这个，那我这个职位真的会给你。所以刚才你要一摇摆，可能主持人说对了，确实有变化。好，接下来请企业家来做出选择。喜庆不要灭，不要灭，那是怪我那个事情。好，祝贺你，赵烨，成功进入到最后一轮，谈钱不伤感情。来吧，我们直接请陈步恒和杨蓉走上竞价台。喜庆老师最后还是没有给我留灯。喜庆啊，其实那个姑娘只是不好意思拒绝，知道吗？首先要肯定的是，赵烨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求职者，也是相对专业的。我是觉得他可能本人也没有选好到底去哪里，所以他才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摇摆，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方向。那么对他职业的建议的就是说，未来的他可能或许还会有这样的平台的机会，还是要知道自己最终想要的是什么。好吧，来，我们先从陈步恒这边开始。申夫在这边呢，提供的是2个月后入职的岗位。不是现在立刻的啊，那么是音频对话的主持人，薪水是1万加。来，杨蓉。现在是这样的，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其实求职是一个双向的选择。我觉得你有你的选择，我也想表达我对你的态度，因为我很欣赏你，很喜欢你。我给你提供的岗位是我投的一个项目叫米谷智能，然后我给你提供岗位呢是短视频运营，工作地点在深圳，薪酬是1万加。好，来，你可以分别问他们一个问题。其实我觉得我也不太想问其他的问题了。接下来在申夫加速器或者 InFace 之间选择其一，也可以双双拒绝，说一声谢谢再见。现在给你几秒钟的时间考虑，开始。好了。好，来吧，告诉大家你的最终选择是。我首先谢谢2位 boss 对我的认可吧，然后我选择的是谢谢再见。好，感谢2位企业家，请回到座位上。那你拒绝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我现在还是挺后悔，就是刚刚那个回答，因为确实也不知道，就是可能在台上不太就是习惯性的去拒绝吧，然后挺后悔的。那个之所以这样的回答，确实直播包括短视频的运营，之前自己都做过，但是其实在开始的时候也说自己还是想去一些大的一些平台，然后直播的话，我觉得更多的是对自己来说是一种兴趣所在，所以也很感谢2位 boss 对我的认可。好，谢谢感谢你来到非你莫属，再见。谢谢。No。